背地里说人坏话显然不好，可大雄却说上了瘾，不仅要在家里说，而且还要用大炮传千里。那么大雄这次会玩脱吗？一场看似简单的后山赛跑却并不简单，只因无形中暴露了学渣大雄还是个运动小白。不仅如此，大雄还蹭到了免费的下山返程车，还被果子爆了头。结果大雄膀胱一扫，满树香甜可口的无花果。大雄也不管自己跑了最后一名，张开手臂就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媳妇儿，可奈何隔墙有耳，大雄只能强装镇定，回家找蓝胖子商量。一听说有免费的无花果吃，剩下的还能做成果酱，两人顿时护食症发作，誓死保守秘密，只跟静香一人分享。可电话却被老妈霸占了，公司部长要找老爸，可老爸却跑去钓鱼了，联系不上老爸，让老妈甚是头疼。但蓝胖子小脑袋一转，掏出传声大炮，给大雄都看傻了。再怎么讨厌老爸，也不至于用上大炮吧？但其实这只是个传声炮。蓝胖子让大炮找老爸的位置，而后从后山锁定到河边，然后按下按钮，留下了赶紧联系部长的消息。最后一步就是瞄准老爸开炮。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两朵云朝老爸飞去。老爸钓了3天3夜，终于上钩一条，正要拉钩，却被云打断。部长找你有急事的消息也传到了老爸耳中。做了好事，大雄迫不及待找老妈邀功去了。大雄一高兴，就想给静香也来上2炮。两人一声令下，大炮锁定了静香。看得两人很是害羞，大雄只能先来一波恶作剧。胖虎在自己家中左顾右盼，扮演起007，只为了偷吃1包薯片。可胖虎刚吃2口，就被胖虎在偷吃的传声云打断，甚至召唤来了最终 BOSS 老妈。而此时的小夫呢，正妖艳地对着镜子询问谁是世界上最帅的人，却被云朵打了脸，还被说你害臊不？小夫臊得小脸通红，大雄两人却乐得猛捶地面。一看时间，也该联系静香了。只见2朵云来到静香面前，让静香来找自己。大雄高兴了，可蓝胖子却全身颤抖。虎父2人已经来堵门了，只能先让静香晚点来了，对准静香发射云朵。静香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但这一切也被虎父2人看到。眼看虎父2人走了，大雄一屁股靠在机器上，就开始吐槽虎父2人，什么脸皮厚、坏心眼、贪得无厌、不要脸。两人说得很欢，却误将刚才的话发送了出去。要是被胖虎听到了，两人必死无疑，只能玩命追。眼看就要抓到传声云，却被墙面挡了路，两人只能再次等待时机。眼看云朵开始下降，大雄一个俯冲，还好在撞上静香前刹住了车，自己摔倒在地。所有的坏话都一字不差地传到了虎父2人耳中，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大雄只能委屈地当个拳头沙包了。为了保住小命，无花果也只能双手奉上了。那么小伙伴们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呢？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静香上一秒才把大雄赶出家门，下一秒就打电话把备胎叫过来了。大雄一天才遭2次家暴，这是学霸上位的时候到了吗？静香觉得自家名叫珍妮的手办满脸都写着寂寞，大雄却一点没看出来，这就是他不懂了。手办也是有对象的，可是那个杰克却突然失踪了。不解风情的大雄开始直男发言了，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静香越听脸越黑，最后直接把大雄赶出了家门。都这样了，大雄还觉得不是自己的错。这时接到静香电话的学霸正好到了，都要被绿了，还乐呵呵的以为得救了。但转念一想，还是得找蓝胖子支招。刚进门就看到鲷鱼烧成精了，还有蓝胖子用鱼竿一发入魂，原来这是人形自动化音波的效果。虽然大雄不一定能听懂那串术语，但能让动物外形的东西活过来就对了。眼看粮食跑路了，蓝胖子赶紧追上，这下道具就落到了大雄手里。反正人也是动物，没准能让珍妮动起来。这时学霸正头头是道的跟静香分析案情，他发现带走杰克的不是人，而是野猫。猫当然不会吃手办，肯定是被扔在什么地方了。于是学霸光速制造出寻人启事贴了出来，而静香则要负责打听消息。这样一来，大雄就只能先等他俩回来了。看着珍妮的样子，他干脆先用音波照了一下，珍妮瞪大小眼睛活了过来。大雄还没来得及问话，珍妮就哇哇大哭，捂着脸转头就跑了。静香拿着寻人启事到处问，也没有什么结果。学霸听完之后又去报了警，还不忘给静香加油打气，这是和大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雄到处都找不到珍妮，心情刚好点的静香听说杰克丢了，现在珍妮也丢了，哭着使出了9阴白骨爪。看到被抓成电蚊拍的大雄，
莱恩胖子只好又担任起了助攻的重任。莱恩胖子向众多猫女友中的一个问清楚情况后，带着大熊一起去找野猫小黑。小黑还有个藏黑窝点，可在那堆破烂玩意里并没有杰克，能找到的只有一只鞋子。莱恩胖子找到小黑一顿喵喵喵，这才知道杰克又被别人给偷走了。不过这回大熊的智商超常发挥了，他用音波给玩具狗来了一下，这样就能闻着鞋的酸爽找到人了。跟着小狗一路狂跑，两人又遇到了静香。得知大熊一直在默默为自己寻找人偶，自己却伤了大熊的心，顿时小脸通红。不过大熊也不会和老婆过不去，带着静香一起追了上去。小狗在一户人家停了下来，来开门的妹子还挺实诚，承认自己拿走了杰克，但却不会归还，因为自家的贝迪和杰克一见钟情，现在他俩已经锁死了，拆 CP 不觉得很残忍吗？这时珍妮居然也找过来了，也许就是爱情的力量吧。所有人都跟着珍妮冲进了房间，果然见到了只有一只鞋的杰克。明明是久别重逢的恋人再次相拥的感动时刻，静香和妹子却因为是杰克开心还是贝蒂伤心而争得不可开交。大熊觉得这事还得当事人自己来谈，掏出音波把杰克和贝蒂也都盘活了。贝蒂冲上去就跟珍妮开撕，然后搂住了杰克。珍妮不服气，就去抓杰克的另一只手。静香和妹子急得让杰克给个说法，可杰克都被拽傻了，只能抓住机会玩命逃跑。所以说三角恋真是太可怕了。大家觉得杰克和谁比较配呢？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小夫和大熊既然要竞选小镇中的总统，面对决定性的一票，蓝胖子会投给陪伴在一起的大熊，还是投给承诺给自己一箱铜锣烧的小夫呢？姜还是老的辣，一看大熊献殷勤，老妈就知道他准是缺钱了。计划失败，大熊满嘴开火车，抱怨老妈规矩太多。在蓝胖子眼里，这都不算事儿，用他拿出的总统之书宣誓成为总统，从此你说啥那就是啥。大熊总统一上任就为小伙伴谋福利，每个孩子都能白嫖1000块。从老妈那得了钱，大熊迈着王者步伐来到空地，发现空地内外充满快活的空气。果然，钱能让人快乐。既然小伙伴们都对这项决策赞不绝口，大熊自然要出来臭屁一下了。蓝胖子二话不说就来拆台，其实吧，都是这本总统之书的功效了啦。这么牛批的东西，是人都想试试。小夫决定从此这片空地再无演唱会，大家都觉得这个可以有，针对的是谁不言而喻。但要是人人都想当总统，世界还不乱套了呀？蓝胖子焦头烂额之时，学霸出手了，这事儿多简单呐，搞一场选举不就 OK 了吗？大熊不乐意了，但在胖虎砂锅大的拳头面前，大熊只能一切好商量。在场的小伙伴们除了学霸都想当总统，学霸倒是很谦虚，我就不参与了，否则也就没你们什么事儿了。投票开始，各大候选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小夫财力雄厚，胖虎用拳头说话，至于大熊嘛，他有蓝胖子。就这样，首轮投票结果出来了，第二轮是小夫和大熊的1对1单挑，获胜的关键就在于谁能在下周6之前拉到更多的票。准确图表会实时显示二人的支持率，小夫一出手就是大排场，广告跟牛皮癣一样到处都是，先攻下一城。大熊可没这个财力，只能像个江湖郎中似的背着旗子四处敲锣打鼓。还真别说，这法子看上去丢人，但还挺有用的。大熊一下子觉得自己又行了，一路转到空地，财大气粗的小夫允诺要给每人配一匹马。大熊故作鄙夷，反倒被妹子们狠狠打脸，这下必须要更努力的拉票了。小夫偷偷叫住了蓝胖子，蓝胖，我捡到一箱铜锣烧，也不知道是谁的，红果果的收买啊。次日，小夫的支持率已经远高于大熊，可蓝胖子和大熊咋还挨家挨户擦上玻璃了呢？他们的目的可不是为了讨大家欢心，而是要用能延后显像的抹布来罩住小夫的把柄。果然，小夫用各种各样的好处收买了小伙伴们，人赃并获，违规操作的小夫直接被踢出了选举。大熊都准备开香槟庆祝胜利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胖虎不仅顶替了小夫，还拥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这是因为大家发现，在作为证据的照片中拍到了胖虎让小孩坐在自己肩膀上摘柿子的画面，发觉胖虎也是个大善人，一致推举他参选。尽管大熊依然努力奔走，可谁不想要一个温柔待人的总统呢？胖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新官上任3把火。胖虎声称一上任就要让大家去冈田商店当打工人，咋回事？那个善良的胖虎呢？原来胖虎缠隔壁家邻居的柿子很久了，苦于身高不够，所以随便抓了个小孩扛起来偷柿子。胖虎把手放到总统之书上，他离为所欲为就差宣誓就任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胖虎老妈犹如神兵天降，拽着胖虎的耳朵就要走。胖虎还想反抗下，
给总统点面子好不？胖虎老妈一把抢过总统之书，暴怒：在我刚填家，你老妈就是总统。就是这番话让总统之书生效了，所有小伙伴们都变成了听妈妈话的好宝宝。人生就是这样不可预测，最后的当选者竟然是胖虎老妈这匹黑马。要是你也能当上总统的话，会颁布什么规则来福利自己的人生呢？